灾难是历史上人类最大的天敌，有时候就像一场恐怖的游击战。位于泰国北部有一个睡美人山洞，那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探险圣地。然而灾难伴随着某次的雨季开始了。2018年，在这个山洞里发生了一起足球员和教练受困于此的事件，在当时轰动世界。泰国政府呢不但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和救生员，更请求其他国家派遣特别搜救队前去营救。那么今天小南就和大家一一道来这起受困睡美人山洞的事件始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 ！Oppa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，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%优惠哦！还等什么？赶快下单吧！雪龙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，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。2018年6月23日，野猪足球队的教练在上午10点半左右，在其脸书上发布了5分钟的训练视频。在进行一场比赛之后呢，他带着足球队的12名球员前往美赛山区的睡美人山洞进行探险。下午3点，睡美人山洞管理员准备关闭办公室，不过这时他发现，在洞穴入口有11辆自行车和1辆摩托车停放在那里。下午5点，其中一位球员的父母打电话联系了他。球员告知父母，他与朋友正在洞穴中。然而不知不觉来到晚上的9点半，山区的村长却向暹罗联合基金会与美赛消防组织通报，这些足球员在洞穴中失踪了。那么失踪原因又是为何呢？其实因为当时泰国正值雨季，睡美人洞内呢就形成了许多的水波，挡住了出口。事发后的凌晨1点，基金会与救援队带着绳索、氧气瓶进入洞穴搜寻，发现了12双凉鞋和几个背包。他们因此坚定足球队仍然在洞内。由于当时山区降下大雨，洞穴里的水位持续上升，搜救队员并没有携带这个潜水的设备，所以在凌晨3点，他们无奈地选择撤离山洞。在当时，这些洞内水波的水位都很高，加上少年们并不懂得游泳，所以无法逃离山洞。因此，当局最坏的打算是等到3个月后，直到10月雨季结束、积水退去了，才进去救援受困者离开山洞的。时间来到第2天的早上8点，美赛县的政府派出7支搜救队再次进入洞穴。由于洞穴深处已经遭水淹没，他们尝试将洞穴水波的积水抽干后营救他们。但天空不作美，随着大雨倾盆，水波的水位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一直在上升，导致这营救计划以失败告终。2018年6月25日，以后泰国皇家海军调动了海豹部队16名精英蛙人去协助这个营救行动。海豹部队在下午2点45分抵达现场。他们进入洞穴后呢，清除了泥沙，并潜入5米深的洞穴中。果然有了发现，他们在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发现了足迹与手印。由此推测出教练与12名球员仍然存活。于是搜救队伍在调整这个救援策略后呢，带上准备给球员使用的潜水设备，继续往深处前进。与此同时，有熟悉当地地形的村民通报，睡美人山上至少有1条隧道能直接通往洞穴深处。于是搜救队伍派出1架直升机在洞穴上方盘旋，还真的发现了一处竖井。随后直升机人员将食物、瓶装水还有手写的便条投入当时发现的竖井中，希望能帮到失踪的足球队。而且根据估计呢，这个竖井距离第1个洞穴约800米，但中间路线曲折，不好行走。2018年6月26日，泰国皇家空军动用 C130的运输机加入救援队伍。他们一共出动了13名人员、1台远程遥控水下探测机以及2台空拍机来进行这个水下与空中的大规模搜索。此外，来自美国的救援队伍也在事发第4天抵达现场，加入这个搜救的工作。
然而，基于睡美人洞当时的环境来说呢，水下区域是完全无光的，加上水质浑浊，能见度极低那些海豹人员都是动用了备用的氧气筒，才能顺利的返回出口。但是这样潜入搜索的危险性极大，所以当局决定暂时停止海豹人员的大规模搜救。当下能做的，只能让这个失踪球员的家属在洞穴外头守候，为他们祈祷而已。2018年6月27日，海豹部队在洞穴内的搜救总部安装了电缆提供照明，并在营地附近设置了抽水机，将水大量抽出。边防的巡逻警察则负责供应海豹部队食物、氧气瓶以及所需的物品，让海豹部队不需要回到洞口补给，以此增强这个搜救行动的效率。同一时间，由警察、军人以及搜救人员组成的60人搜救队则前往当地村民通报的隧道，他们将通过这个隧道前往山洞里的巴迪亚沙丘展开搜索。此外，还有3位来自英国的地理救援专家加入这个搜救的工作，他们带来了当时的新科技——洞穴救援专用无线电发报器，这能让救援人员在洞穴内仍然保持数百米的讯号畅通。2018年6月28日，英国潜水专家抵达协助。由于连日大雨，洞穴内的水位已经淹没入口，不但拖延了这个搜救进度，也增加了搜救难度。但是大家并没有气馁，海军特种部队指挥官率领海豹部队的潜水员再次深入洞穴内，并推进到与巴迪亚沙丘相连的洞室之中。另一边，外部搜救队持续在睡美人山周边寻找洞穴信道。根据当时一名搜救队人员的透露，在洞穴顶部发现了2个呼吸孔和沙井，可是因为空间都太过于狭窄，难以进入。事后外部搜救队只好将能够辨识人体热能的检测仪放在洞穴内部，希望能通过它确认足球队员的生命迹象和位置。2018年6月29日，时任泰国总理巴育亲自抵达搜救现场视察。随着美军印太司令部派遣的搜救队加入，总理巴育指示840名士兵、90名特种部队成员、4架直升机、开挖机和各项救灾设备等一起极力搜救。而这次的搜索行动几乎是泰国调动最大的一次规模。2018年6月30日，4名来自英国的洞穴潜水专家、美军与海豹部队积极加入搜救行动，希望能救出受困的足球队。海豹部队已经抵达洞穴深处的第3洞室一处 T 字形交叉口，此处与巴迪亚海滩相连，推测距离这个队员避难位置只剩2到3公里。潜水人员目前曾抵达相同位置，但因为洪水来袭而撤退了。在洞穴入口待命的救援队伍进行了陆空仿真演练，出动了3辆救护车与直升机，仿真所有足球队员被从洞穴救出时的救援以及这个运送流程，预计将他们送至美塞地区医院，并针对周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，确保送医过程流畅。7月1日，这2天天气情况较佳，同时连日排水使得这个水位明显下降。潜水人员开始在沿线安装绳索并放置氧气瓶。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阿帕康表示，海豹部队潜水员将组织一个小组，并预计推进到巴迪亚海滩。搜救队仍然继续在山区寻找可以前往洞穴内的缝隙，并聚焦于2个较具规模的竖井。7月2日，失踪球员们的同学在这天于学校广场举行这个团体祈祷会。校长与部分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相信同学与教练仍然存活，并期待能看到他们平安归来。与此同时英国潜水搜救专家 John 和 Richard 也在同日晚间于巴迪亚海滩后方约400米的一处高地发现了失踪9天的足球队员与教练。这时，大部分的队员都意识清楚，为身体虚弱。
青莱省长于晚间的10点23分发布找到失踪球员的消息，并表示将派遣医生进入发现位置为受困人员进行体检，再将他们解除洞穴。7月3日，青莱省长上午对外表示，抵达受困地点的医师已经评估所有人的身体状况，多数人因为9天未进食而身体虚弱，部分受困人员呢有少许的擦伤，已经给予这个抗生素药品治疗以及预防这个感染的。他还提到呢，目前计划先救出年纪最小的孩子，并将尽速送医。7月4日，海豹部队在脸书官方页面发布了第2部受困人员的视频。画面显示，海豹部队人员正在用抗生素软膏治疗受伤球员。球员在视频中看起来心情愉悦，与海豹部队人员互动良好。7月5日，当局表示，目前受困人员受到7名海豹部队人员的照顾，同时救援队伍尝试在洞穴中安装这个通讯的线路，让家属能与足球队员交谈的。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阿帕坤表示，由于这个积水严重呢，目前不急着把受困人员带出，搜救队正努力抽出积水，但有泰国官警查告，气象预报在周末将有大雨，很可能迫使受困人员需要学会潜水，跟着救援人员沿着相同复杂的信道逃出。然而，救援专家表示，最安全的方案是等待积水退下后再撤出，但泰国雨季通常持续到10月，也就是说，受困人员需要在洞穴内支撑数个月。而潜水专家表示，洞穴潜水是难度最高的潜水项目，尤其是受困人员没有受过训练，要在黑暗且无能见度的水下穿越这个数公里，风险可以说是极高的。不少团体也前往现场为受困的足球队员加油打气，包含球员们的朋友以及知名生领 Krupa 也来到了现场。7月6日，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阿帕坤表示，救援方案已经调整。他提到，由于大雨特报与洞穴内氧气间隙造成救援时间紧迫，必须赶在大雨将洞穴淹没前将所有的受困人员救出。目前看来呢，潜水是唯一可行的逃生方案。于是救援队伍开始在洞穴沿途安置氧气瓶，以便让受困人员在撤离时可以使用。然而，前泰国海军队员沙曼在执行任务时，因为氧气用尽而昏迷，被救出后复苏失效，遗憾的在本次救援行动中丧生。但指挥官阿帕坤表示，撤离任务将持续进行，不会因此中断。同时，青莱省长也透露，目前已经在训练受困人员戴潜水面罩与呼吸器，好为潜水撤离做出准备，并表示将会分批撤出受困人员。7月7日，3名海豹部队人员持续陪伴受困球队。在这过程中，他们不但提供食品、电解质饮料、饮用水、药品与氧气瓶，并教导球员学习潜水等。当时搜救人员表示，目前洞穴内的氧气含量可能降低到危险等级，原定将这个氧气输送管带入避难地区，但因为环境限制而放弃了，改以这个氧气瓶供氧。由于当时正值世界杯，受困球队表示相当关心这个比赛结果，因此英国与瑞典的球员还特别为他们录制这个祝福的视频。同时，国际足联还邀请13名受困人员参加世界杯决赛的。所有家长都给教练伊卡波写了一封联名信，感激他对孩子们的照顾，也请他不要因此自责，并请他务必带所有的球员们安全出来。而伊卡波在回应的手写信中表示，所有人都在搜救人员的照顾下，并向所有家长致歉的。7月8日，Elon Musk 的钻探工程团队抵达泰国，并与当地政府的搜救指挥讨论，确认如何提供援助。青莱省长于上午10点半宣布，今日为撤离行动的D-Day，将由13名国际潜水员与5名海豹部队蛙人共同进行潜水撤离行动。每名受困人员会有2位潜水人员前后带领行进，预计将先撤离4名受困人员的。他表示，受困人员与家属都已经被告知将以这个潜水撤离的方案进行，
彼此都表示准备好迎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6点，2名球员成功在潜水员的带领下脱离洞穴，随后又有2名球员被带离洞穴，并急速送往医院进行后续的健康监测工作。救援进行到这里，从第3洞室到受困洞穴沿线的氧气瓶已全数用尽，需要重新放置。而省长呢，也将与所有救援团队会面，评估今日的行动，并找出改进的方案。7月9日，在第2次实施潜水撤离的行动当中，成功撤离4名受困人员，一共花了9个小时，比前一天时间少2个小时。这归功于潜水人员对地形更加熟悉，同时先前超过100人的各国搜救团队在沿途设置了基线与其他支持设施。至于最后5名受困人员的身体情况保持良好，明天将会进行最后一次的潜水撤离，大致使用相同计划进行，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潜水员与相关的设施，预计花费20小时准备，希望可以将搜救时间缩短为4到5个小时。7月10日，这天是第3次的潜水撤离行动。当天下午4点06分，第9名受困人员成功撤离了。随即，海豹部队在脸书官方页面发布了消息，全部的足球队员与教练都已经被救出。这场为期18天的救援行动，从泰国当地失踪案件变为了国际救援大会的救援行动，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，事情圆满落幕。从这起受困山洞多天的救援行动中，我们看到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作精神。所有参与这场救援行动的人员都在营救生命的魄力，非常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。其实小南觉得这次的搜救行动算是一个奇迹了，因为13名失踪者苦撑了那么多天才获救，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山神的玩弄了。那么今天这期案件就说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。一条隧道能直通这个动用 CE30的运输机。当下能做的只是让失踪球员的家属在洞穴外3位来自英国的地理救援专家加入搜救的工作，特种部队成员4个